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发生了泥石流，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我们先说一个让我们后背发凉的巧合同一个地方就今天上午那个14个月之内被泥石流掩埋了2次。那第一次是去年的7月8号凌晨5点多，中尼边境的友谊桥被整个摧毁了口岸呢也停摆了将近半年。那临时的钢架桥刚修好，恢复通车就是2026年的1月1号，可通车呢还不到8个月是吧？今天是26号嘛，今天上午10点半，同一个吉隆口岸泥石流又来了。那么根据监控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建筑整个都被埋了。那当然更反常的是呢，这2次事发的时候当地都没有在下大雨。那同一个峡谷里边的口岸，晴热天或者是多云，几十秒之内山谷里边就冲出了一座移动的黑墙，现在这样把整个口岸都吞掉了。这不是电影这是监控的实拍大家看到那个监控有多高了吗？比楼都高。所以现在这个整个这个水它到3层楼那么高。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就不猜伤亡数字官方也没有通报，我也不会去编。那我想讲清楚3件事。这个地方它到底在哪儿？为什么它反复被灾害盯上？还有一个更冷的问题同样是被泥石流给埋了，为什么有的地方还能提前跑，有的地方一点机会都没有呢？我是充满了这种无力感我们先跟着我飞进去一次这是做的模拟航拍吉隆口岸在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喜马拉雅山中段的这个南路，它所在的这条沟叫吉隆沟，全长大概93公里，从头到尾落差超过2400米。什么概念？这是喜马拉雅南坡切下来一道极深的亚热带峡谷，两边是高山，中间河谷，窄的就不行的。很多路段就是贴着悬崖凿出来的，一边是石壁，一边是上百米深，底下还淌着河水的深渊。所以我用这谷歌地球从吉隆镇一路飞到口岸，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俩字：越飞越深这个吉隆镇的镇区海拔是在2700米上下，到了口岸它所在的热索村海拔就掉到了1800多米，24里的山路落差将近1000米，公路呢就在峡谷东侧的斜坡上一圈一圈排下去。我们记住这个落差它就是我们今天所有悲剧的物理基础。落差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势能意味着上面只要用水冲下来，到底下就是一条脱缰的被地形一路加速的猛兽。那当然顺便我们纠正一个常见错误网上有的人把稿子把这个写成口岸的这个海拔是2850米，他那是把沟谷或者镇区的高度安到了口岸的头上，口岸本身是1800米这个我核实过一次那这条沟还有一个反常识的地方是什么呢？它虽然潜在了喜马拉雅山的雪山里面，气候它是亚热带的，因为它开口朝南，正对着印度洋南来的暖湿气流，所以谷底呢是温润多雨，植被茂密，属于珠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地称它为喜马拉雅的后花园。看，这是另外一个监控的视频我们先记住这个温润多雨这4个字一会儿我们讲灾害成因的时候，我们会回来找这句话。所以它不只是一条地理通道，这条沟自古就是所谓藩泥古道必经之处。松赞干布迎娶的这个叫赤尊公主吧，还是文成公主唐朝史人王玄策出使天竺莲花生大师入藏传法都从这儿走过。1000多年以来这个它是商道，是官道也是战道，所以今天它还是一条经济命脉。这个后面我们再细说这是我们模拟这个沟的航拍视频。这个官方的口径是很短的今天就是8月26号上午10点半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波及到了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那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说呢，尼泊尔时间当天的9点多边境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无人机看到口岸有建筑被掩埋。
那中方一侧通往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全部中断啊，当地开始实行了这个7天的这个封闭管制。那当然，在这儿我要特别说一句啊，当我做这期的时候啊，官方还没有公布任何死亡或者失联的具体数字。那网上流传的说法很多啊，有的网友是根据画面推测的，有的根据大巴的数量推测的，这不是通报。那我理解这种看完监控之后这种窒息感、无力感，但是报道这个事儿啊，宁可慢一点，也不能拿没有核实的数字去博眼球。其实这个官方通报很短，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大家对比一下，2025年那一次啊，很快就有明确的失联人数啊，还有成都理工大学的这个遥感分析，有媒体的密集报道。那今天这次啊，道路、通信、电力全部中断，连救援信息都很难传出来。所以信息越稀薄，往往说明现场越难进，破坏越彻底。这就是做灾害报道的时候一个很反直觉啊，但是很实用的判断。那还有一点就是你光数监控里边跑动的人数，可能会被严重低估啊。因为大家别忘了，这是一个正在运转的边境口岸，它不是普通景区啊。那普通车进不来，人员呢是靠专用通勤车、货车、大巴、私家车进出的，管控是很严的。你没有证你进不去，你到不了边这个进西藏很多地区都需要证的。这就是说停在那儿的每辆大巴、每辆通勤车背后可能都对应着一批必须在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司机通关人员施工、口岸工作人员，是吧？所以监控里我们看到的是几十个，但结合现场的车辆和口岸的运转状态当时整个口岸这个区域活动人口恐怕是100人级别的，这个是不奇怪的具体的损失我们还等官方的报道。那么核心问题就来了，没下雨怎么会突然发这么大的水呢？这就是喜马拉雅这种高山峡谷最可怕的一种灾害，叫冰川湖溃决。这种洪水英文缩写叫 GLOF Glacier Lake Outburst Flood。 这个道理不难我们中学物理就够了高海拔的冰川上是吧，融水呢会积成一个临时的湖，被冰坝或者这个冰墙拦着。这些湖可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立方的水，就这么悬在几千米的高处。哪天这个冰坝松了垮了，这一包水一整包水很短时间内就会全部释放，顺着峡谷就往下砸。而且它下来的时候不是一股干净的水一路上把巨石、冰块、泥沙还有被这个地震震松的这个碎石全都卷进来，变成一团高速移动的水泥浆。那这个密度是普通洪水的好几倍，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几十公里。所以监控里大家看到的不是水慢慢的漫上来，而是峡谷里凭空出现一座黑墙连带着冲击气浪和漫天扬尘就横扫过来了。它中途过路的时候可能带动一些小的湖泊给冲下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没下雨。本地峡谷被封可以是大晴天，但是上游5000米的集水区这早就蓄满了。灾害是高处一次性的放水触发的跟你头顶上这个天上有没有那片云没关系。事实上也是根据尼泊尔拉苏瓦地区行政长官向媒体证实呢，灾害突发的时候当地甚至还出着太阳，没有下雨监控画面也显示口岸地面呢是没有明显降水的。那我们再往深讲一层，泥石流要成型其实条件呢就是3个条件。第一个是水那么必须有水，没有水它动不起来。第二个就是松散的物料源，就是够多的石头泥沙。第三个是够陡的地形也就是势能。那这3样这个吉隆沟是一样不缺。水呢就是上游的冰湖和暖湿气流带来的降水的存势能就是2400多米的落差。物料嘛就是最关键的一块，是来自2015年这个尼泊尔那场7.8级大地震，它把这一带的山体全部震的是又松又碎。那个大地震留下了海量的随时可能被冲走的破碎的岩体。那地震过去有10多年了但是它埋下的隐患是长期的因为它都松了嘛，石头它不会长回去的，这是长期的滞后的。那我们换句话说
2015年的那一场这个地震的仗这条峡谷到今天应该说还在还。那当然我们前面说过，这不是吉隆口岸第一次栽在这上面。去年2025年7月8号那次呢，成因已经查清了，上游吉隆县萨勒乡境内的冰湖溃决然后东林藏布河呢水位就瞬间暴涨，把中尼之间的友谊桥，也就是热索桥，好几辆电动车集装箱都被卷到河里边。中方一侧是11人失联，尼泊尔一侧呢还有6名中方施工人员失联。有个数字大家得知道后来根据成都理工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分析过，光是友谊桥上游的那片流域就分布着大概55个冰湖，加起来面积是 3.39 平方公里，55个那其中1-2个这个冰坝在高温或者暴雨下撑不住了，下游就是一场灾难。这等于说头顶上挂着55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哪一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响。所以今天这次是不是又一次冰湖溃决，我先不下结论。那么2025年那次有权威分析那这次官方还没有定性，讲机制类型可以，但是我们不要把去年的结论直接扣到今天头上，是吧？这是我们做事故分析的一个底线那说到这儿我们想把镜头拉远一点，做个对照，因为同样是被泥石流掩埋，机制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而机制不同，人能不能跑那是天壤之别。第一种就是暴雨性。2010年的甘肃的舟曲凌晨40分钟下了将近100多毫米的暴雨，触发了山洪泥石流一道长5公里总量大概750万立方的泥石流就冲到县城里边，堵江成湖县城里边2/3都被淹了，遇难和失踪人数加起来有1700多人。那它的触发呢是雨理论上降雨它是有预警窗口的，对吧？第二种呢叫高位岩崩型。2017年四川茂县新莫村高处450万方的这种山体直接崩塌，把整个村子都掩埋了。事后的卫星影像发现崩塌前几个月山体表面其实已经出现了变形和裂缝，也就是说它是有前兆的，可以被监测到的。其实我们过去还讲过云南的一起案例也是这样。那第三种就是吉隆的这种冰湖溃决，高位来水型。它最要命的是什么呢？本地不下雨，前兆它藏在几十公里远之外海拔5000米高度的无人区等你在口岸像他们在听到轰轰声看到那堵黑墙的时候，留给你逃跑的窗口时间可能几秒到几十秒。我们看到这个监控视频都是不到1分钟就把这事情说明白了，是吧？你说往哪儿跑？所以同样是掩埋，舟曲呢是输给了降雨，茂县它的前兆是写在山坡上，而吉隆的前兆它写在了高处没有盯着的冰川上。那你可能会问那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在这堆口岸呢？还要修桥修电站，是吧？因为它太重要了。吉隆口岸2024年的贸易额大概是42.48亿元大家觉得外贸额几十亿不就一个企业的数吗？可是你知道对方是尼泊尔占了中尼贸易的将近30%，每天上百辆货车往来。那规划中的中尼铁路也要从这一带穿过喜马拉雅，从海拔3800米的日喀则一路降到1300多米的加德满都。尼泊尔段的这个桥隧比高达97%，可以说被当地人称作是梦中铁路或者是隧道铁路这条通道呢其实一直在被灾害掐断，再重新装上的这个循环里打转。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之后呢，这个吉隆口岸就曾经关闭过，直到2017年才恢复就升格为国际性口岸。去年那场冰湖溃决又让它停摆了将近半年。2026年元旦临时钢架桥竣工才通车才不到8个月，就是今天。所以大家算一算，对于一年贸易额40多亿，扛着中尼将近陆路30%贸易的口岸来说，每断一次它就不是钱的损失了，而是一次对所谓国家通道到底安不安全的这种冷酷的提醒。
啊。这就是喜马拉雅边境最拧巴的地方，你越想打通它，你越得把口岸、桥梁、电站、铁路这些最值钱的东西啊，堆在这条最危险的这个峡谷的节点上啊。而这种灾害它是成链的啊，55个冰湖。2015年这个尼泊尔大地震震松的周边的破碎的岩体，再加上印度洋暖湿气流带来的这种丰沛的降水，又是2400多米的落差，所以冰、盐、水、坡是吧？它环环相扣。那我们也在澄清一个容易被搞反的点啊，有人朋友可能查到过尼泊尔一侧呀，下游有一座叫Risuwa Gahi 啊，这个水电站啊，这个是径流式的这种引水堰啊，它不是拦大水库的高坝啊，它虽然叫个 dam， 而且呢它在口岸的下游，所以呢不是说下游水坝溃了倒淹了口岸，恰恰相反，是上游的高位来水自上而下先砸口岸，再冲下游的电站啊，方向咱不要搞反啊。哎呀，最后啊，我想说的是，这个视频我看了很多遍啊，感觉到这个对于我们是一种洗礼一样，这种灾害啊，让我们真正脊背发凉的不是这个水有多大，而是这样的一件事儿。有人说啊，是不是我们用简单的传感器，有卫星通信啊 ，AI 的这个识别，是不是就能搞定呢？啊，因为这些东西已经便宜到白菜价了。哎，但是我们喜马拉雅顶上那个不断变化的冰川啊，还是处于没有人盯着的状态。这个事情真的是这么简单吗？那么人类啊，可以在峡谷里边凿出这个盘山公路，可以架起跨国的桥，可以在1800米的谷底啊建起一座口岸。但是我们今天依然管不着头顶上5000米的一个包，那55个随时能炸的炸弹，还有随时可能松开的冰水。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不是讨论这几十块钱芯片的问题啊，也不是讨论能不能提前几分钟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在过去啊，人类在灾害面前积累了大量的这种经验和教训。那当然这是一个更长的话题，我们下一期啊，我们专门讲讲这个。今天先讲到这儿啊，希望失联的人啊都能找到。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